近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中国展开了一次里程碑式的访问，双方郑重签署了一份为期3年的行动计划，意在重新启动并深化中意两国的双边关系。为什么是3年计划？估计与梅洛尼的任期有关吧。也许他自己估计最长只能再做3年，下次还能不能选上还是个未知数呢。对这次梅洛尼访华，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关系走得近的国家，心里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啊。至少从德语媒体的报道可见一斑。德语媒体是指德国、奥地利及瑞士媒体。记得2023年12月，意大利正式退出中国“一带一路”时，德国媒体可高潮了。一直以来，德国媒体岂止是德国媒体，其他西方媒体估计都差不多，他们一直在妖魔化中国“一带一路”，把它描绘成中国实现全球霸权野心的邪恶计划。但同时，欧盟及美国却提出专门针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西方版的“一带一路”计划，比如欧盟有所谓的全球门户倡议，美国有民主版的一带一路，反正都是在抄中国的作业。可见啊，中国做对了，西方慌了，乱了阵脚。当初梅洛尼竞选时就放话说要退出一带一路，刚上台他就这样做了。一个是兑现了竞选承诺，另一个是给老大哥美国以及欧盟有个投名状。但是执政之后，他发现意大利还是离不开中国，不得不求助于中国，所以现在才放低身段前往北京，其实就是当一回乞丐。虽然他绝口不提一带一路这个词，说白了就是想重启它。我一直说啊，跟这些西方选举制国家打交道真的很烦人，4年换届或5年换届，政策极度没有延续性，他们可以说出尔反尔，毫无诚信。我觉得中国人该长长记性了，不要再天真相信这些丑陋的西方人。而且大家注意啊，梅洛尼是同意欧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增加惩罚性关税的，但同时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意大利投资。大家看，他的小算盘打得可好了，两边都想捞好处，看看中国应该怎么应对吧。此次梅洛尼访华也引起了德语媒体的极大关注，德国、奥地利及瑞士众多媒体都给予了报道。比如奥地利标准报是这样报道的，我们节选重要的部分。梅洛尼访问北京，尝试与中国重新开始。意大利政府首脑曾因放弃新丝绸之路而疏远北京，现在他希望通过访问北京来修复关系。人们在谈论意中关系的重新开始。为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目前正在北京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周日，他与中国总理李强签署了一项加强经济合作的3年计划，重点是造船、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他们还希望在食品安全方面加强合作。周一，梅洛尼随后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会谈。梅洛尼显然正在修复他自己打碎的瓷器。在2022年上任后不久，47岁的梅洛尼宣布意大利将退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大错特错。在上届政府执政期间，意大利于2019年加入了这一重大地缘战略项目。该协定本应在今年自动延期。梅洛尼起初立场鲜明，称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大错特错，然而很可能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做出这一决定的。好，朋友们，瑞士媒体新苏黎世报也进行了报道，我们来看看。访问习近平，乔治亚·梅洛尼表演外交高空杂技。2019年，五星政治家孔特时任意大利政府首脑时，宣布意大利将成为7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成为中国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项目及所谓的一带一路倡议成员的国家，这震惊了西方国家。这在欧盟和美国完全不受待见。其他意大利政治人物在此前后发表的各种亲普京言论也是如此。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柏林日报的报道。梅洛尼拜会习近平，欧洲还能与中国做生意吗？意大利和中国就建立伙伴关系达成一致，然而能否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完全取决于梅洛尼。
中国和意大利已就两国之间的3年合作计划达成原则性协议，正如双方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问北京后所宣布的那样，这一伙伴关系将涵盖贸易和投资、金融、科技创新、教育、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卫生、文化关系和人文交流等等领域。梅洛尼还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主席。据彭博社报道，意大利代表团意识到这并非理所当然。习近平是中国国家主席，因此礼节上他高于意大利政府首脑。此次会晤正值双方的关键时刻，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冷淡。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呼吁欧盟放弃与中国过于密切的关系。对中国来说，这些警告并非空洞的威胁。几周前，北约开始讨论可能没收中国在欧洲的资产。3位参与会谈的官员告诉 CNN， 如果在欧洲大陆东部与俄罗斯爆发重大冲突，情况就会如此。美国人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其在欧洲拥有的基础设施来支持俄罗斯。这些基础设施包括连接东欧与中国的铁路线，以及北海和波罗的海上的港口。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为这些项目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一位北约官员说，如果战争爆发，这些基础设施几乎肯定会被国有化，或者作为紧急安全措施的一部分，各国会暂时接管运营控制权。在辩论中，法国警告说，这不是北约的问题，而应在政治层面进行讨论。上周，欧盟决定没收俄罗斯中央银行的部分资产，并将其用于购买武器和乌克兰的重建，这表明了欧盟的严肃态度。因此，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一夜之间变得风险极大。然而，中国政府希望避免与欧洲国家决裂。正因如此，中国并不因为意大利人退出“一带一路”倡议而对其不利。本着新丝绸之路精神，促进合作，梅洛尼强调，他的目标是增加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额。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中国公司在电动交通领域投资意大利，其中电池工厂尤其值得关注。不过，梅洛尼也希望在航空航天和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国合作，而这些正是美国人最强烈要求孤立的关键领域。但意大利显然必须想办法与中国做生意。根据 CNBC 频道的分析，梅洛尼已经花光了欧盟转型基金 NextGen 的所有资金，因此意大利也可以尝试争取中国这个出资人。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在金融合作方面，意中两国表示愿意支持信贷和投资机构及其员工之间的交流，并支持在各自国家建立新的银行和分支机构。这里可以采取匈牙利模式。该国也陷入经济困境，4月份才与中国银行达成了价值10亿欧元的贷款协议。本周二，梅洛尼还明确表示，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作用非常强大，北京的行为会对意大利产生直接影响。面对黎巴嫩的战争威胁，梅洛尼呼吁中国政府利用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缓和局势。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与俄罗斯一起在叙利亚拥有巨大影响力。如果局势失控，意大利将面临新一轮难民潮的威胁。就在几天前，意大利、奥地利及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一起向欧盟提交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呼吁欧盟改变叙利亚政策。梅洛尼说，意大利和中国必须共同思考如何保障稳定与和平。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套稳定的规则。习近平赞扬了北京和罗马之间长期友好的关系，双方坚持包容、互信、互尊，各自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好，朋友们，3个德语国家的媒体报道我们都看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些网友评论。首先看奥地利标准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习近平于2013年宣布了丝绸之路项目，其目的是扩大贸易关系和政治影响力，很多国家让自己成为依赖。梅洛尼和欧尔班是否也考虑过这一点？在大约40个国家中，欠中国债权国的债务占这些国家 GDP 的比例超过10%。意大利不仅与中国保持关系，还与俄罗斯保持关系。我们看下条评论：梅洛尼获得了冯德莱恩和美国的批准吗？
与中国谈判无异于侮辱人。再下一条评论，迄今为止，中国慷慨投资的每个国家都陷入了相当糟糕的债务漩涡。中国贿赂投资国的大多数政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签订如此疯狂的合同。我们看下一条评论，别开玩笑了，梅洛尼，意大利步匈牙利后尘，从意大利民主走向法西斯民主独裁，与俄罗斯和中国共舞。法西斯主义始终是法西斯主义，永远是议会制民主的敌人。这次这些人也只会假装遵守民主规则。下一条评论，梅洛尼与北约、美国保持一致，认可基于规则的秩序。下一条评论，梅洛尼说，我们需要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以确保稳定、和平和自由贸易。基于规则的秩序基本上意味着你想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挑肥捏瘦，这是西方的产物。北约在上次会议上定下了这一秩序。我们来看这家德语媒体的网友评论，只有唯一一条评论：意大利似乎比德国更加独立。在德国，人们总是喜欢争辩说，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项目和贸易会带来依赖风险。在德国这里，美国的傀儡政客们作为说客，尤其有发言权。我总是问自己，对美国的更大依赖性怎么不说呢？美国在德国部署核导弹，德国因此成为目标。美国在电信领域的硬件，美国公司有时不得不为美国情报机构炸毁北溪管道，以高价购买美国页岩气。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对美国的极端依赖，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那么，德国政客与美国的联系又如何呢？如果一位政治人物与美国有数百个联系人，包括赞助商和支持者，那么这显然不是问题。但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与中国或俄罗斯有哪怕10%的类似接触呢？人们很快就会大喊大叫，并写下关于依赖性的文章。这很有意思，不是吗？如果有一种依赖，尤其在政治领域需要解决，那就是对美国的极端依赖。而在意大利，我却看不到这一点。顺便说一下，好人、朋友等说法并不存在，我们最终应该放弃这种幼稚的想法。最后我们看几条柏林日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很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是大罗马地区第4大移民群体。我们看下条评论，德国再次在欧洲实施紧缩政策，但仍未解决所有问题中的问题，即谁来投资。因此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别处。在我看来，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下条评论，只要中国还想和我们做生意，就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继续往下，欧洲为什么不能与中国做生意呢？因为美国不高兴。究竟是谁摧毁了北溪输气管？下一条评论，中共政权不在欧洲投资，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西方民主国家渗透。您可以也应该从第109页起，无声的征服中了解红色中国对意大利的特殊兴趣。德国之士点评，现在还有用，诸如红色中国这种极度冷战色彩词语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在德媒上经常能看到此类用语。针对中国，西方目前其实就在进行一种西方式的文革，一切从意识形态出发，特别讽刺，不过也是西方的悲哀。这样的政客及智库来领导这样的国家，不衰落真的没天理。下一条评论，昨天的新闻，新旧丝绸之路的合作正在重启。下一条评论，你们这些失败者有得选吗？你们这些乞丐。下一条评论，我不喜欢梅洛尼，但潜意识里肯定是向美国发出的信号，谁知道呢？有人俗其36计吗？下条评论，是的，他关心意大利的发展，即使不是所有的选举承诺都能兑现。德国对中国很敏感，中国现在和将来都会是世界经济大国，你必须顺应它的发展，否则总有一天你会被甩在后面。我们看下一条评论，反过来说，中国需要欧洲市场，为什么你们唯一能想到的是单方面依赖莫斯科或北京呢？好，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